注意看，这个3岁的小女孩上一秒还是个任人欺负的乡野丫头，下一秒却成了暴君皇帝唯一的救命解药。可她不知道自己即将被这个亲生父亲亲手掐死，而这一切都要从一场失败的飞身渡劫说起。女孩名叫小宝，是拥有草木精灵血脉的仙灵，正和娘亲一起迎接飞身仙界的最后一道天雷。然而就在飞身的关键时刻，一股来自人间的帝王煞气竟焚毁了他娘亲的元神。弥留之际，娘亲耗尽最后灵力护住小宝的灵体，并将他送往凡间。原来那个出手伤人的暴君皇帝正是小宝的亲生父亲，他身中奇毒，命悬一线。娘亲告诉小宝，他必须去到爹爹身边，助他度过劫难，才能吸收真龙气运，重聚草木精华，母女才有重逢之日。然而命运的捉弄才刚刚开始，转眼数年过去，流落凡间的小宝非但没能见到爹爹，反而成了一对恶毒夫妇家里的赔钱货。他每天要干最累的活，吃最少的饭，还时常被养母辱骂殴打，骂他是跟他娘一样的贱骨头。养母不仅抢走了娘亲留给他的唯一信物，还因为他干活偷懒，将他狠狠推倒在地。就在小宝以为自己就要这样悲惨的活下去时，一道圣旨从天而降，一个自称林正清的大人带着一队禁军出现，当场宣布这个衣衫褴褛的小女孩竟是大夏王朝失散多年的小公主。那对恶毒夫妇瞬间吓得魂飞魄散，刚才还嚣张跋扈，现在只能跪地求饶。林大人毫不手软，直接将这对欺辱公主的狗男女依法查办，随后恭敬地带着小宝踏上了回宫之路。这是小宝人生中第一次被人捧在手心，在集市上，他闻着香味，饿得直吞口水。林大人立刻买来他从未见过的美食，小宝吃得狼吞虎咽，还不忘从自己的小荷包里掏出珍贵的零食，想要付钱，因为娘亲说过不能白吃别人的东西。这一幕让林大人心疼不已，他告诉小宝，这一切都是他的父皇买给他的。小宝这才知道自己的爹爹原来是执掌万里江山的君王，他满心欢喜，以为见到了爹爹就能永远吃上好吃的，再也不用挨饿受冻了。可他不知道，皇宫是比乡野更凶险万分的地方。他的父皇，当今的暴君皇帝，正被一种可怕的蛊毒折磨，每次毒发，他都会神志不清，六亲不认，变成一头嗜血的野兽。10年前，甚至因此血洗了半个皇宫。高僧断言，皇帝体内的蛊毒唯有世上至纯至净的草木精华方能压制，否则性命堪忧，且毒发期间绝不能动怒。小宝的到来非但没有得到皇帝的温情，反而被他的一句随便安置打发了。皇帝内心深知自己是个危险的存在，待在自己身边只会害了女儿。这道冷漠的命令却让宫里那些趋炎附势的奴才们瞬间看清了真相，一个失宠的公主连下人都不如。恶毒的宫女故意给小宝送来馊掉的饭菜和石头一样硬的窝窝头，小宝饿得受不了，跑出冷宫，循着香味意外闯进了御书房。看着桌上精致的糕点，小宝饿得直流口水。他安慰自己，皇宫就是自己的家，吃自家东西不算偷，便小心翼翼地拿起一块吃了起来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充满压迫感的男人出现在他身后，正是那个让他朝思暮想的爹爹暴君皇帝。皇帝看到这个偷吃东西的野丫头，本想发怒，却一眼瞥见了他脖子上挂着的真龙玉佩，瞬间明白这就是自己那个流落在外的女儿。可他依然冷漠地否认自己的身份，甚至警告小宝再哭就杀了他。小宝被吓得浑身发抖，但为了不让爹爹误会自己，他委屈地从怀里掏出那个比石头还硬的窝窝头。当皇帝看到自己名义上的公主竟然在皇宫里受此等虐待时，他身上那股压抑的暴戾之气瞬间爆发，他再也无法忍受，当即下令将所有欺负小宝的狗奴才全部拖下去处置。就在父女关系即将破冰的瞬间，皇帝因为动怒，体内的蛊毒猛然发作，他双眼赤红，理智尽失，体内的蛊虫化作黑气将他缠绕，催动他杀了眼前这个所谓的贪吃鬼。他一把将小宝推开，失控地嘶吼着让他滚。门外的太监们吓得魂飞魄散，10年前那场血腥屠杀的记忆涌上心头。然而就在暴君的手即将掐上小宝脖子时，这个3岁女孩的身上竟散发出柔和的绿光，原来她就是能净化一切的草木精华。面对发狂的爹爹，小宝非但没有逃跑，反而张开双臂，用自己弱小的身躯挡在了皇帝面前，试图用自己的灵力驱散爹爹身上的黑气。这个世上最纯净的草木精灵能否唤醒暴君心中最后的一丝人性？他究竟会成为爹爹的解药，还是会成为他狂性大发下的第一个牺牲品？